健身2周后，以为实际上，这个逼肥，谁爱减谁减，反正我是不减了。看看还有什么减肥方法。姐妹，别划走，这些不用运动1周瘦7斤的办法，任何人错过我都会伤心的。OK， 我就是通过这些方法，在1个月内从140斤掉到了90斤。7天苹果减肥法：早餐1个苹果，午餐1个苹果加1份蔬菜沙拉，晚餐还是1个苹果，坚持7天。第二，维密超模们都在用的坚果蔓越莓减肥法，每天1小把碎坚果加蔓越莓，饿了就吃1小口。第三，超多女明星都强力推荐的7天喝水减肥法，每天只喝水，一共喝8杯。喝水时间表我都帮你们列出来啦。7天以后，我瘦了10斤，但是我开始皮肤松垮，疯狂脱发、贫血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健忘、头痛、焦虑、抑郁、暴躁易怒。无法控制的暴食，胃痛到住院。15天后，我胖了20斤。我试图挽救，但是于事无补，依旧无法控制暴食。为什么利用节食挨饿去快速减重是爆肥的起点？对，你看到秤上的数字减少了，但你没看到的是，在长期帮你消耗热量的肌肉也减少了，新陈代谢减慢了，基础消耗降低了。而当你恢复曾经的正常饮食后，新陈代谢和基础消耗却没有跟着恢复回来，那么多余的热量就会囤积成脂肪。没错，你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，而反弹回来的却是纯脂肪。由于节食造成的各类必需营养素的缺失，会带来长期不可逆的器官损害、大脑神经功能的衰退，更会直接引起消极负面情绪。你会莫名的感受到烦躁、沮丧，甚至焦虑、抑郁。而消极抑郁的情绪则会直接影响学习的效率、工作的进度、认知的提升、人际关系的处理，最终导致你生命质量和幸福程度严重下降，从而引起压力荷尔蒙超量分泌。在焦虑、抑郁、狂躁不安的情绪中，你会控制不住的开始暴饮暴食。当饥饿的身体长期缺乏必需营养素和必需蛋白质，大脑就会不断接收到威胁的信号。所以补救的第一步就是补充营养和大量蛋白质。我们能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，节食减肥这件事儿，就不难解释它为何会引发暴饮暴食了。在《自私的基因》这本书里提到过，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基因操控着的，而基因的本能是延续，而延续则需要生物个体体能的增强、生存能力的提升。而节食减肥、减少热量摄入，则是让个体变弱，降低生存能力。这时基因就会感受到威胁，从而疯狂地向大脑下达储存更多热量的命令，让你无法抑制的暴食。所以每当学员问我，到底什么减肥方法才是最好的，让你不觉得是一份痛苦的工作，并可以毫不费力地坚持下去的减肥方法，就是最好的。一旦当你开始顺从人性，不再去对抗基因的本能，从小事开始去培养健康生活的惯性，维持一个健康理想的身材会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。比如在饮食上，记住赶走肥肉的不是饥饿感，而是饱腹感。把膳食中精致的高糖高油脂食物逐步替换成粗制的、加工程度低的、胃排空速度慢的、食物热效应高的、热量密度小的、膳食纤维高的，以更低的热量让自己获得同样的饱腹感和满足感。在生活上遵循小步子法则，欲速则不达，每天前进一点点，不去定难以坚持的目标，给生活增加压力。比如每天运动10分钟，可以从多爬几层楼梯开始，从不坐公交、骑车回家开始，从看电视的时候打开欧阳春晓沙漏腰，边看边做开始。等到身体的神经和肌肉产生了适应，有了惯性，把运动视为刷牙洗脸一样的习惯，再慢慢加时长和强度。同时了解运动初期的体重上涨是因为受体重的增加、糖原储存能力的增加、血容量的增加，而不再焦虑和沮丧，并为自己长期维持健康身材的能力逐渐变强而感到骄傲。不去期待结果，只去做你认为该做的事儿，你会发现你曾经最在意的秤上的数字会在体脂率变得更低时，心跳变得更强有力时，心肺功能大幅提升时，骨骼变得更加强韧时，肌肉变得更加紧实有型时，关节变得灵活又稳定时，皮肤变得光滑透亮，状态变得明媚松弛，气场变得自信强大时，变成你最不在意的事儿。